枷锁第9章，偷拍者。快啊！那个男人好像这样对我吼道。我有很严重的恐高症，高于3米就会手脚发酸，别说几百米的高空。可面对这个人的大吼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缓缓地蹲下身子朝他前进。没走出几步，心脏就开始剧烈的跳动，猛烈的阳光直射入眼睛，更加深了我的眩晕感。突然小腿一阵抽搐，我在半空中蹲成了一团。我想用双手抱住脚下的石板。你在干嘛？快啊！你是孬种吗？男人的声音几乎快要喊哑，而倒计时却不会暂停。就在这时，我竟挺起了身子，很想回骂他，可是我忍住了。一种被激怒的冲动让我的肾上腺素瞬间迸发。我倒要看看谁是孬种。心里这样想着，却不是因为要救他，而是愤怒改变了我的心态。当时觉得他一定是想让我快去救他而骂我，而我就一定要过去证明给他看，他才是孬种。我摇摇晃晃地再次站了起来，可还没走出2步远，一架微型战机呼啸着从我的身边飞过，跟着便是烧红的子弹嗖嗖地射来。我咬住牙，弓着身子，狠狠地朝着男人的方向一路奔去。视线与他越来越近，爆炸声和子弹交火也越来越激烈，一度感觉到脚下的石板在猛烈地颤动，几乎就要断裂开来。我吐了一口唾沫在石板上，鞋底用力的摩擦，以防止打滑。眼看着已经来到男人的近前，倒计时结束了。我本想过来救他，可是他却一头倒在了地上。也就在这时，我才看清他并不是跪在地上，而是早已没有了下半身。一块巨大的螺旋桨叶片上满是深红色的血浆，他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突然画面一阵猛烈的颤动，我所站的空间平台瞬间解体，身体与碎片一起朝着地面落去。我有如噩梦惊醒，大口地喘着气，试图平复剧烈的心跳。半躺在胶囊一样的凹槽里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和下来。一直到很久之后，我再次见到大鱼聊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其实那个任务我失败了。原因是我和那个男人来自游戏中的同一支秘密队伍，在对抗恐怖组织的时候，只有2个人到达了安放脏弹的区域，也就是某大楼的顶部。由于我不知道前面的剧情，所以本来应该朝着另一个方向去的，谁知道我却走错了。结束之后，我又做了3个测试，同样是沉浸式的画面，却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。大致讲的是一位少年因早恋被家长训斥，同时却发现了家长有外遇的故事。另一个则是在面对可以提供资源机会与曾经的海誓山盟时，2个女人之间的选择。还有一个我只做到了一半就选择了退出。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或许是因为真的累了。当测试结束，我才发现整个人就像被放掉了一半血一样。走出房间的时候，
简直站都站不稳。虽然不像大鱼那样反应强烈到恶心作呕，但我也在换洗室里撑了很久，才稍微好受一些。这让我不禁想到齐浩洋对我说的事情，他的患者中就有这家公司的员工，他们每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至少测试6个小时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从我进入那个房间到离开也不过2个小时，不得不佩服他们。不过齐浩洋却认为这样的游戏测试根本没有必要。但我问为什么要开那么高的薪水聘请他们的时候，他却陷入了沉思。为了搞明白他们的运作方式，所以我才决定来一探究竟。我关上了水龙头，立时听到外面有电梯门打开的声音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上午11点。这是谁？在这个点儿来公司的应该不是员工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身子探了出去。一个身材娇小的背影蹑手蹑脚地趴在玻璃门外，向里面张望着，接着便单手推开了大门，径直向右手边走了过去。我心中猜测，右边多半是员工工作的地方，可这个女生却不像是他们的员工，因为我注意到她的另一只手中正拖着一部数码相机。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可就在我打算跟进去的时候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我迅速拿出手机，并挂断了齐浩洋的来电，回了这么一条短信：我在 N 座32楼，这里有点状况，过10分钟给你回复。收起手机，赶紧向大门口奔去，可还没跨出去一步，女生又回到了玻璃门前。当我完全看到她的脸时，立时想起了那天失明的女孩，而她就是那个女孩的妹妹。于是我将一只脚收回，暗中窥视着她。只见她四处观察着，突然抬起头看着天花板，然后将相机转到了身后，一边走一边看，好像在检查天花板哪里有裂缝一样。走着走着，走进了女卫生间，我见状只好无奈地吐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隔壁卫生间里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倒在地上一样，接着便是一阵寂静。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好一会儿，这才想到朝卫生间里喊了一句：出什么事了？需要帮忙吗？又是一阵子的寂静，于是我又喊了一声：我进来了，不用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没有人回答我，我只好缓缓地走了进去。就在窗户边，一大块扣板正斜斜地摔在地上，我顺势向上看去，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他很聪明，利用拖把将扣板顶开，然后借助窗台的高度爬到了卫生间的隔断上，接着再顺着吊顶爬过去。我望了望高度，又试了试扣板的硬度，发现这是一种较有韧性的合金材料，我这才放心地爬了上去。就在我费劲地从洞口爬上去时，他已经爬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我将手和膝盖的着力点放在龙骨上，毕竟扣板不是很厚，极有可能承受不住重量而掉下去。女生突然在我前面停住，她趴在一个通风口处，伸出了相机。
向房间里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。其实我一开始就猜到了他的来意，只是当我也透过通风口的格栅向里望去时，里面的场景不禁让我汗毛倒立。与我之前的房间很像，光线不是很亮，但可以看得清一切设施，只不过这是一个很大